I've said that I thought that if we could ever competitively, at a cheap rate, get fresh water from salt water, that it would be in the long-range interests of humanity, and I'm hopeful that we will intensify our efforts in that area. 2012年11月，圣地亚哥县水务局批准了一份供水购买协议，期限30年。协議的另一頭是一家叫 Poseidon Water 的開發商，他要在加州卡爾斯巴德的海邊建一座海水淡化廠，把太平洋的水變成自來水，賣給這個常年缺水的縣。協議通過不到1個月，融資交割完成，工地動土。出錢的機構裡有一家當時成立才1年多，叫 Stonepeak。那座工廠還沒有一塊磚，它未來30年的收入已經寫在紙上了。順序很重要，合同在前，投資在後。Stonepeak 的創始人叫邁克爾·多雷爾，他在澳大利亞西南威爾士一個農業小鎮長大，職業生涯從麥格里開始。2000年代初，他從悉尼總部被派到美國。他後來說，那時候麥格里沒把美國市場太當回事，所以才輪得到一個20多歲的人過去，成為盯着整個市場的少數幾個人之一。後來他去了黑石，做基礎設施投資部門的聯席主管。2011年4月，他和特倫特維奇離開黑石，成立了 Stonepeak。此後好幾年，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被拒絕。多雷爾說，這家公司裡留着不少麥格里的企業家習氣，也留着黑石那套投資文化。他覺得這兩樣湊在一起很有力量。Stonepeak 在自己的機構介紹裡寫着一句話：投資於防禦性的硬資產，關注下行保護和經風險調整後的回報。下行保護這4個字是他自己的說法。在這套框架裡，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不是這個資產能漲多少，而是如果什麼都不順利，我手上還剩下什麼？答案通常不在資產本身，而是在紙上，一份長期合同或者一張受監管的價格表。卡爾斯巴德那座工廠簽的是照付不議，水務局約定按量買水，用不用得完是另一回事，錢要照付。這就是他們說的現金流可見性。進場之前，你已經知道錢從哪兒來，來多久。同一套邏輯可以套在很不一樣的東西上。2025年12月，Stonepeak 旗下的集裝箱租賃公司泰星完成了對同行 CECO 的收購。集裝箱是一隻鋼盒子，本身沒有什麼秘密，值錢的不是盒子，是租約。數字基礎設施也是這樣，寬帶網絡、數據中心、光纖，大家記住的是裡面的技術，真正決定他們值多少錢的是簽了多少年的合同，和誰簽的。有一件事，我們在讀資料的時候停了很久。卡爾斯巴德那份合同期限是30年，工廠2015年底開始供水。2019年 ，Stonepeak 把手裡的股權賣給了另一家資產管理機構。從投資到退出大約7年，合同還剩20多年。這不是誰的過錯，封閉式基金有存續期，到期要把錢還給出資人，賣掉是常規動作。只是這裡出現了2把尺子，合同那把刻着30年，資本那把刻着7、8年。那麼下行保護的到底是什麼？是那座工廠30年的現金流，還是一支基金在存續期裡的賬面？這2個問題的答案未必是同一個。我們不打算替他回答這個問題，只是把它記下來。每一份很長的合同背後，都有一段短的多的持有期。這件事值得一直看下去。